人民军队的干部战士虽然是从农村走来，但是在革命人楼里锻炼之后，其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并不比美军差。那更别说现在我们解放军官兵手中的武器装备与美军没有代差了，有些装备甚至比美军还先进，我看你美国怎么办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一期的话题内容是美军的高级将领说解放军不是农民军了，那他知道中国的农民有多厉害吗？美国有个叫防务1号的网站最近报道说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1979年一支规模非常庞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步兵部队，转变为一支覆盖所有领域、具有全球野心的现代化军队。米利上将不说这个话了，我们还不知道美军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这么个看法。原来我们的陆海空加战略导弹部队一直被人家当农民军呢。不过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外国人没有体验过，确实很难理解。1979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确实还是个农业国，多数人是农民，所以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是农村家庭出来的，农民的儿子是很多解放军官兵的光荣出身，我也是。但是美国人嘴里的农民军并不是什么褒义词，它是用来形容一支军队组织水平低、战术能力差、装备技术含量少。这只能说这个米利上将真的是太无知了。人民军队虽然长期处在物质条件很差的环境之中，但是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全体官兵的主观能动性，才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才能总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。人民军队的干部战士虽然是从农村走来，但是在革命人楼里锻炼之后，其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并不比美军差。那更别说现在我们解放军官兵手中的武器装备与美军没有代差了，有些装备甚至比美军还先进，我看你美国怎么办。当然了，让一个美国人去认识解放军的本质确实太为难他了。美国军队一向是唯武器论，哪怕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吃了大亏，到底是什么武器装备让美国人觉得解放军不是农民军的呢？米利说了2个依据。首先是用6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建造了几百个导弹发射井，然后是成功的试验配备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，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。其实这2件事都是美国人自说自话，解放军和国内的科研单位没有谁出来证实过这个事儿，但是很显然美国人自己是相信的。好吧，就算解放军有了这些能力，就不是农民军的吗？美国人相信是这样，因为美国一直把自己当成先进军事技术的垄断者，只要在武器装备上拉开代差就能随便欺负人。朝鲜战争的时候，美国军队算是工业化的，冷战时期算是电子化的，海湾战争之后呢，就进入了信息化时代。如今美国军队已经开始向太空化转型了。美国人相信只要比对手领先一个时代，就能牛刀杀鸡用绝对的优势秒杀对手，打遍全球。海湾战争，美军轻松击败伊拉克的100万大军，就是这种非对称作战优势的体现。但是一个能够迅速的建造到大量的导弹发射井，并且形成战斗力的军队，一支能够实现反介入区域拒止美军的军队，一支能够掌控亚轨道轰炸武器系统的军队，那妥妥的是大国军队，是信息化的军队。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展示的解放军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，让无数仇视中国的美国人是睡不着觉，因为它使美国所有的防空反导系统彻底失效。长期以来，美军占据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顶峰，而一旦这一局势被打破，美国人当然会不寒而栗所以2018年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就说，几十年来美国在每一个作战领域都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和主导地位，比如空中、陆地、海洋、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，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中国这样的对手，而中国有史以来遇到美国的这种对手多了去了。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，就算是中国的农民军，美国人也是没办法对付的。历史上我们的农民起义军里出现了多少军事天才
建功立业、出将入相。美国人历史太短，眼界太浅，这是先天不足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